陈书记，我们的专家们是在争论什么？是这样，现在国外的专家呢非常相信水下仪器的检测结果，但是我们的专家坚持认为要下水实地勘察海底的情况，机器检测出来的不一定准确。顶起来了。明白，辛苦了。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to help us. I'm so appreciated what you've done for Sanjiang. I know all of you, you're experts in this field. And I know what you've done, you have already showed your great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 We always do. Yeah. But you know, when we were working, sometimes we have conflicts and different opinions. But usually, we just focus on the issue but not the person, right? So for me, what I would do, I'd wish to accept both of your opinions. I will combine them together. Maybe we will have a more convincing result. So why we don't just try both? We will try. Great.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我们的测绘结果已经出来了。根据这份报告三江湾的水域面积是619平方公里，其中水深超过10米和20米的深水区域分别占到了水域面积的1/5和1/15，并且和外海的深水区连片。我想问下，海线怎么样？岸线总长度是233公里，并且航道通畅，锚点充足，掩护上好，泥沙冲淤也基本平衡，具备了有利的深水港湾的开发条件。太好了。不仅如此根据这份报告，据初步勘查，在这里可以建设30个以上5万吨级和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能够满足大型船舶的随时停靠和掉头的需求，具备了开辟国际港口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深水大港了。是啊，太好了啊！好，谢谢。那你尽快的把这个报告的结论上报给省市相关的领导。好的。真没想到，咱们国内的技术水平已经这么先进了。咱们国家发展的比较晚，跨过了几个阶段，从目前来看，反而达到了弯道超车的效果。尤其在我们这个领域，网购的发达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像你们说的 RDF1专利，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比不过我们的。我们就出去了这几年，变化也太大了。你们呀，现在回来的正是时候。以后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变化，你们都能参与，都是建设者。那个价格方面，你放100个心，一定比国外便宜。谢谢，谢谢，不客气，谢谢，应该的。比国外贵也是应该的，毕竟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用着肯定踏实。只要咱们拿到了专利，马总那边的投资就能到位。真想不到啊，柳暗花明，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开起来了。祝贺你们！谢谢。小陈啊，市里的意见三江可以在半岛建港，而且已经把这个项目报到省里了。太好了，咱们三江终于要迎来一次巨大的发展了。是啊，几千年前咱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影响了全世界。现在咱们是而今迈步从头越要用我们的港口方便经济内循环，而且呢，更要连接整个世界，使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等有了港口以后，整个三江的经济格局将产生新的变化，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想法。你说，就在这个半岛的位置咱们建一个半岛工业园区，让它成为未来港区的一部分。好想法呀！得想办法让咱们的港口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经济。
你这个想法我同意。三江市啊，可以宣传半岛工业区。这样，你回去啊，把你的想法细化一下，拿到咱们会上一起讨论。行，我尽快。好。就在我们的三江半岛，我们将打造一个国际化的深水大港。到时候，所有的货物都可以从三江港直接通往国际、国内的任何一个港口。试想一下，当泊位上停满了巨型的货轮，当港口上排满了五颜六色的集装箱，这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场景！我也给大家讲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林氏集团在建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我相信啊，用不了多久，这些投资就会得到巨大的回报。林先生有远见啊！我们公司也要考虑一下，看要投多少钱。我们也要投资。大家都比我有远见卓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能错过，不能错过。正如林先生所说的，大家可以慎重地考虑这次投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上半场的推介会就先到这里，大家可以午餐后再回来。关于三江港的具体的细节，我们将在下半场为大家做具体的推介。大家可以先移步餐厅，我们稍后再见。林先生，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三江港啊，确实是有极大的兴趣。是啊，陈书记，我想回印尼开几场推介会。向海外的侨商宣传咱们的半岛工业园和三江港。哎呀，建港需要很多钱呐，咱让更多人投资，这个港口才会建得更好。我相信有您的助力，我们三江港一定会非常好。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咱三江人呐最好。林总，您先把药吃上吧。林先生，您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您要不舒服，咱其他事儿可以先放一放，身体要紧。我身体没事儿，现在是关键时候，不能等啊！再说，为家乡做事儿，我就高兴，一高兴，这什么病都没有了。是。哦，林先生，这个礼物我准备了很久了，一直没机会给您，您收着。陈书记，你不用送我礼物。林先生，您先打开看一看。你怎么知道我图章不见了？这是照着您当初印章的图案，请非遗传承人裴老先生照样子仿制的。虽然没有您当初的那一对珍贵，但是您看看，这上面刻着“海清河晏，国泰民安”，相信它能够陪着您创造新的历史。海清河晏，国泰民安。陈书记啊，这不是一对普通的印章，它将会成为我们林家的传承。它象征着我们海外华人的根呐。有了它，会提醒我的子孙后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在中国，在福海，在三江。陈书记，谢谢你。哟，林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国泰民安。林书记，怎么江北县也要建港啊？对，是有这件事儿。市里批了？他们的申请报告还有勘测报告啊，刚刚交上来。那他们的动作会影响我们三江港的申请吗？从上龙湾的勘测报告来看呢，他们的地震小区化数据啊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从抗震性上来说，上龙湾啊更适合建港。更适合？您的意思是说，市领导要从二者选其一？但是从数据上来讲，我们三江半岛的抗震小区化数据是没有问题，是合格的。
从位置上讲，三江半岛比上龙湾更加有优势。别急啊，现在啊，省里市里啊也是正在论证阶段。但问题是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勘测，林克俭先生也满怀热情地去东南亚拉投资了。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前期工作都已经开展了，三江半岛的工业园区都已经开始招商了。这个时候，你市领导不能出尔反尔啊！陈真同志，这怎么叫出尔反尔呢？现在只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而已，谁也没不让你们去建港吧？可是前期一点消息都没有，等我们三江说要建港，啊，江北县就立马拿出了相同的方案。你们想发展，人家也想发展啊，这是太正常不过了吧？这叫恶性竞争，我不服气。陈同志，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啊？入党誓词还记得吗？咱们就说建港这个事儿吧，是一个人一个地区的事情吗？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想不通，不要来见我。喂，林书记。哦，对不起啊，我今天白天态度不好，不过现在做了点家务，已经冷静多了。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省市领导添麻烦的。嗯，好嘞。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你回来了。妈，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在家？工作再忙，我日子也得过啊。你是不是有朋友啊？阿姨好。这位是？这是我们公司陈来了，我之前跟您说过了。我们俩一块儿拿，我自己回来拿个东西就加班去了。哪有第一次来家里不吃饭就走的？我饭都已经做好了，一起吃晚饭吧。吃完饭我们再各自加班。好，谢谢阿姨。那你把门带上。好。这件事儿我也听说过了，陈书记啊，你记着，三江建港的优势不仅是地理环境，从古到今呐，每一个著名的港口后面都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再说啊，咱们的 GDP 在全省的县市都排在前几位。经济数据啊，是江北县的3到4倍。这个优势啊，短时间内江北县它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再说啊，咱三江市是侨乡，海外很多成功的侨商都是咱们三江人，国际视野也是个极大的一个优势。陈书记啊，你要加紧争取，抓紧建港的所有事项。我在这边呢，筹集资金，融资。好，陈书记，你放心，我这边抓紧融资，你那边呢，要抓紧把项目批下来，咱们齐心合力的把三江港建起来。好，好，再见。世昌啊，你脸色很难看呐。遇事儿要有静气，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天大的事儿不要放在脸上。爸，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宜信、美达，还有大唐贸易的老总，他们都刚走了。说了些什么？三江港迟迟批不下来，他
他们说，投资港拱的钱可能等不了了。要撤资？啊，周总啊，我是柯洁。哦。哦。好的，好的。周总啊，我明白你的苦衷，你不用再解释了。哎呀，三江建港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你们公司又需要流动资金，当然以你们公司为主了。我们找机会，咱们再合作。好，好，啊，再见。这行了吧？好，真实的感受一下福岛。是。你说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来过这儿。我也没来过。那你得感谢我。你说那福岛啊，跺脚。那是，那还是会有一点儿。所以下次咱们还是别。哎，啊，叔叔，好的，你怎么来了？哦，我来这儿送个货。哦，叔叔好。哎，你好，你好，你好。陈奶奶，你见过？我们公司，我朋友。哦，这就是你上次跟我说那个你不想错过的好女孩吧？那你们先聊，我公司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好的，好的，好的，拜拜。哎，你咋这话都跟我说出来了？那把人给吓跑了。你就别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了，这事儿你别向我学啊，抓点紧。你妈多想当你妈呢，是不是？知道了。啊，那行，那叔你先忙，好，我走了。好嘞，哪天我做东请你们吃饭啊？行，好，拜拜。好，拜拜。怎么说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发展江北叫扶持，发展你们三江啊叫损不足而奋有余啊。但是林书记，江北建港这个阻力也是不小的，而且这个阻力很有可能并不来自于外部。我看这样吧，你现在呢是三江市的市委书记，对下面的情况非常了解。你直接去省里找吴副书记，把你说的这些事情啊，直接向他反映。我觉得啊，这是一个最快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你好，是吴副书记办公室吗？哦，对。你好，我是三江市委的陈晨。哦，是陈书记啊，你有什么事儿吗？能不能帮我尽快的约一个跟吴书记的见面？我有一些关于三江市建港的工作要跟吴副书记当面汇报一下。哦，吴副书记明天在北京有个会，现在已经出发了，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哦，谢谢啊。我现在赶去机场还来得及。哎呀，1分钟都等不了啊！还能再开快点吗？陈书记，咱们已经很快了，咱们现在在市区，市区里有测速的。哎，陈书记，你看，前面那辆车是不是吴副书记的车？喂，吴副书记。喂，我是。哦，陈晨呢？什么事儿？您在去机场路上吗？我想跟你汇报点事儿。好，好，好，这样，
你现在在哪儿？我就在你车后边。好，我们把车先停在路边。好嘞，前面靠边。把车停在路边。哎，好的。哎，现在就停。吴副书记，上车，上车说。好嘞。最近这业务有点繁忙，你要累的话跟我说。你累啦？怎么可能？我可不会累。我可是有点累。躲什么躲呀？我都看见了啊！你们两个也太不仗义了吧！这么大个事儿都不跟我讲，真是不把我当兄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我可太惊喜了！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俩要结婚，我只出1份份子钱。上车。三，哎，我来。谢谢。小心啊！林先生，您不是在印尼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心里着急啊，陈书记。我听说三江建港的报告迟迟没被省里批准，我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赶紧从耶加达飞回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确实，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不过我和市里的同志、省里的领导都谈过了，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你也别太着急，我们三江市建港是迟早的事儿。那就好。可是啊，我年岁大了，怕等不到那一天呐。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三江能有一个属于咱自己的深水大码头。想亲眼看到三江的经济能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其实我心里也急。三江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好，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深水大港，想要让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是很难做到的。是啊，一个靠海的城市，如果没有深水港，那可是个很大的缺陷。我接。喂？什么？具体情况？有多少群众受灾？行，我知道了，马上过来。我们西北部的有2个村子，因为突降暴雨发生了山体滑坡，我得去现场指挥调度，我就不招呼您了啊。哦，你可以去指挥抗灾。我还是坚持在江北建港，因为江北上龙湾呢，它这个地质条件比三江的好。如果有地震，江北港受的影响会更小、更安全，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在江北建港。我觉得地质条件来讲啊，江北上龙湾和三江的兴隆湾相差应该不大。但是三江港的区位又是更为明显，离福海距离只有10几公里，铁路运输不成问题，这是我支持在兴隆湾建港的理由。江北的经济落后三江一大块儿，如果建港成功，那么江北的经济啊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福海地区就会有2个经济强县，或者说有2个经济相对强的地区。
这对于咱们全省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能不能2个县市同时建港呢？建一个超大型的港。有同志这样提过，但是呢，那样做的话，港区的面积啊就过大了，它超乎省里的权限，国家呢也很为难。再说，要注入的资金过于巨大，就现阶段来说，不太现实。吴书记，您看这样好不好？不管是江北县的负责同志也好，还是三江的负责同志也好，今天啊，我们都把他们请到我们的这个会议现场来。毕竟啊，他们对当地的优势，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让他们阐述一下自己的优势。我同意付明同志的意见啊，应该把三江市的陈书记，还有江北县的郑书记都请到这儿来，一会儿就到了，是吧？你这样，你去通知陈书记和郑书记，叫他们立马赶到会议这儿来。好的。好事多磨呀。林书记，那个灾民都已经转移去临时安置点了，这个您放心啊。但是我们那个建港的汇报我可能赶不上了，因为他们说前面有一段路段现在是塌方的情况，我只能尽量了。吴书记，各位专家，我们上龙湾建设港口最大的优势就是水域条件好，地质条件好，建港容易。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民国时期，当时的省政府也已经规划要在上龙湾建一个大的港口，后来嘛，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没能建成。所以总体来说，上龙湾建港口的区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当然，有人说，这个三江建港口啊，可以辐射台湾、辐射北京、辐射海南。那我们上龙湾也可以辐射海南、辐射北京、辐射台湾嘛。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真真同志，哎，真真同志怎么没来啊？哦，那个路上有塌方，估计来不了了。这儿！你这大晚上跑这儿来找谁呀？我来开会的。陈书记，你路上有地段塌方，不好意思，我有点狼狈。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来。没事儿。你什么事儿啊？那个他们开会结束了吗？刚结束，在食堂吃饭呢。啊，行，谢谢啊。陈书记，你慢点啊，他们得吃会儿。大家辛苦了哈，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啊，就延长了时间，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会议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就随便用一下便餐啊，大家将就将就啊。挺好，挺好，挺好。好，吃饭吧啊。老郑啊，你们这个江北啊，还是有优势啊。吴副书记，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抱歉，抱歉。你从受灾现场赶过来的，对，那情况怎么样？沿途路段有塌方，不过现在道路已经通畅了。有人员伤亡吗？暂时没有接到报告。真是万幸。你这样吧，你既然来了，先坐下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有些事情要谈。饭我就不吃了，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去呢。小陈，通知厨房做2个菜，弄碗姜汤来。好的。不是，我真的不吃饭了，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要说。你说，你说。那个错过会议真的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我们三江市关于修建港口的3个优势。第一，我们可以填海造陆，我们可以修建一个相当规模的港口工业区，并且配套相关的商业设施。第二，兴隆湾只有2个自然村，
村民的人数不到1000人，拆迁的压力小。第三，我们三江市为了修建这次的港口，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大量的自有资金，不需要依赖市财政和省财政。我的话说完了。大家看看，我们陈支书记啊，是从受灾的现场赶到这儿的，他为的什么？还是为了自己的新农村，为了让我们的农村更好的发展，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好吧，你既然犟着不吃饭，我也没办法。但是无论如何，把汤喝了，别感冒了。喝吧。谢谢吴书记。林总，您的电话。哦。陈书记啊，你说什么？三江港项目省里面同意了？好，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您，我们商量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好。哎呀，三江市很快就有深水港了。恭喜林总，终于有结果了。三江市政府、福海市港务局、林氏集团合资建造三江港签字仪式现在开始。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福海市委林书记为大家讲话。同志们，我们三江港的建设呀，不仅引入了林氏集团的资金，而且还引入了福海港务局的资金，这就叫做强强联合呀，同志们。三江港的建设有三江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有福海港务局的支持，有林克俭先生的支持。我相信啊，三江港的建设一定会非常顺利，而且以后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对不起啊，让诸位久等了。林先生好啊，大家坐，别客气。林先生，台面的话说多了也没有意思。我是这么想的，三江港的前景呢，应该非常的不错，所以我打算投资一部分。也就是说，柯俭兄啊，能不能让出一部分股份，让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游子啊，都能获得祖国发展的红利呢？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初
各位因为公司运作困难而撤资，我也同意了，我也很体谅大家。可现在又要投资入股，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愿意拿出一部分股份分给大家。可刚刚签了协议，我就要股份分出去，有点说不过去啊。知道的，明白我们大家想共同的为家乡建设出份力；不知道的，以为我林克俭在做二道贩子，想从中牟利。是，投资入股的事儿，诸位可不可以缓一缓再看？现在协议刚签，还没开始建设。等到工程启动，一定会有很多困难。到那个时候，也很可能用到大家的资金。投资入股的事儿，那个时候再说，好不好？看来我们让林先生为难了。不过，林先生说的有道理啊。如果需要资金的时候呢，只要林先生开口，我们一定鼎力相助。对，我们一定鼎力相助。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新民食品产业园按照科工贸一体化发展思路，打造了全产业生态链和大宗食材供应链，建设绿色、开放、专业、创新的国际化食品高端园区。按照产城融合的理念，策划生成了23个项目，总投资216亿元。我相信福海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而这都得益于30年前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福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它为福海描绘了一个美好蓝图。30年来，我们福海人一直在他的指引下前进，招商引资，修建港口，先脱贫后致富，一步步从田野走向了世界。福海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物质上面的富足，更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这就是观景最好的位置了。哎呀，之前来过2次。你看这云岭，是越来越美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初陈晨姐啊说要开发这里，我就问她说这山有什么好修的？你瞧瞧，现在看看啊，陈晨姐修的真好。在这个位置，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整个福海市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你说咱们福海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啊，山水江湖。哎，你们看，那是我的茉莉花种植基地，两江环抱的宝地。啊，我现在就希望啊，茉莉花香能飘向全世界。哎，这会儿觉得香了啊！当时村里修公厕的时候，谁拿个锄头要打我脑袋来着？哎呀，想想那会儿咱们这三江村，想修条路都难。晨晨又是忙着做工作，又是到处筹资金，愁的头发都快白了。现在是已经白了。你看现在，要桥有桥，要路有路。就是啊，要什么桥有什么桥，要什么路有什么路。说实话，30年前第一次来到三江村的时候，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当时啊，真想掉头就回去。那会儿还跟我抢工人呢。如果我父亲能看到这一切该多好。哎，不说这个，挺好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林老先生在三江港落成的时候那个激动劲儿，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你看，如今的三江港，一艘艘的巨轮，
一排排的桥基，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已经成为了三江通往世界的窗口。对，我们把我们的青春记忆都留在了这儿，献给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海，这里的江和湖。就是啊，这山海让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青春。哎呀，你们这越说呀，我就越火。当年一念之差，不止错过了一点点，是错过了跟大家一起奋斗啊！勇哥，奋斗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无论我们在三江，还是在福海，这只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好。是啊，这是我们用青春浇灌的土地啊，无论是眼泪还是欢笑，值得。谁要是我们的家乡呢？